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平时我们做面包最麻烦的就是揉面这一步了。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不用怎么揉面也一样松软的汉堡面包。我们先来做一个海绵酵头，你也可以管它叫波兰酵头。它和中种面团差不多，只不过水分高一点。把牛奶用微波炉加热15秒左右，到温热但不超过40度的状态，然后加入酵母化开。我们今天使用普通的中筋面粉，换成高筋也可以。加入刚才的牛奶，搅匀。用刮刀清理一下边上的面粉，盖好先醒10分钟，让面粉和水自己融合一下。再用刮刀搅拌1分钟左右，盖好，放入冰箱冷藏发酵1晚。这个酵头最多可以在冰箱里放3天。接着我们来制作煮面团。这是我们提前准备好的酵头，可以看到体积有增大，表面和内部有很多发酵产生的气泡。加入面粉、糖、盐和1个蛋黄，给它搅拌成团。最开始可能会有些干粉，但是等液体浸透面团之后，就会变得很湿黏了，这些粉都会被吸收掉。你可以在碗中把它揉匀，也可以把它转移到台面上操作，用搓洗衣服的方式把面团揉均匀、揉光滑。由于面粉的吸水性不同，如果面团湿得过分，可以加1丁点面粉。揉好的面团抻开看一下，面筋已经有些形成了，可以抻出一个厚厚的膜。我们把它整理一下，盖好，放到冰箱里冷藏静置15分钟，让面团通过水合作用进一步形成面筋。冷藏静置过的面团可以抻出比刚才更薄的膜，只不过没什么太多的韧性，破洞的边缘也呈现锯齿状。我们现在加入软化好的无盐黄油，将黄油揉至全部被吸收，大概3分钟左右，然后再揉2分钟，让面团表面更光滑。这个时候再来看面团，由于油脂破坏了面筋原来的结构，它的膜反倒不如之前了。现在把它再放回冰箱冷藏20分钟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面团现在可以抻出比较薄的膜了。虽然它的破洞边缘还是呈现锯齿状，但是我们制作汉堡面包也不需要它拉丝什么的，这个程度就完全可以了。因为面团和容器从冰箱里刚拿出来，温度都比较低，我们可以换一个碗，盖好，放在温暖的地方发酵到2倍大。面团的温度比较低，可能发酵的时间会比平时长一些，但发酵的具体时间还要看发酵环境的温度。这是我们发酵好的面团，手指蘸点面粉在中间戳一个洞，它既不回缩也不反弹。我们把它转移到案板上，用手按压排气，去除里面的大气泡。我放在了硅胶垫上，因为这样可以不用加多余的面粉。如果你在面板上操作，可以加少许面粉防粘。把面团平均分成4份，每份大约80克。如果你想制作8个面包，可以把包括酵头在内的所有材料翻倍，把每一份面团向中间折叠，然后翻过来，利用与案板的摩擦力在手心搓圆，最后用双手稍微整圆，放到垫好烘焙纸或者硅胶垫的烤盘中，中间留一些距离，然后把它放到温暖湿润的地方进行最后发酵。可以放在烤箱里，把烤箱灯打开，里面放1碗刚烧开的水来增加湿度。预留一些时间将烤盘拿出来，以便预热烤箱。将烤箱预热到180摄氏度，烤箱一定要预热到位才能开始烤。等烤箱预热好了，我们的面包也差不多长到2倍大了。用手按压一下面包表面，凹陷处可以缓慢的回弹就可以了。在表面刷上1层鸡蛋液，鸡蛋液要刷得薄而均匀，然后撒上芝麻。可以用1个大网眼的筛网，这样可以撒得很均匀。用手按一下，让芝麻粘得牢固一些。提前用烘焙纸做一个简易的模具，折叠2层，然后用订书机固定就可以了。对折之后，长度差不多14厘米，宽度3厘米左右。把它套在面包上，这样面包可以往高了长，就算整形不是很圆，它也能烤得比较圆。把面包放到预热好的烤箱中层，烤17分钟。如果后期颜色够深了，就在上面盖上锡纸，防止表面继续上色。这是我们烤好的面包，把它转移到烤架上晾凉。虽然我们没怎么揉面，也没揉出手套膜，但是你感受一下这个柔软的程度。
虽然用这种水合法不至于直接静置出手套膜，但是做这种简单的小面包还是挺方便的。我们把它横向切开，看一下里面，还是很细腻的吧。如果你不是当天吃，可以等它凉透之后放到保鲜袋里，密封冷冻保存。下次吃的时候提前从冰箱里拿出来，自然解冻就可以了。用它来制作一个简单的汉堡，我会把食谱放在信息栏里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帮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。B 站的朋友请不要忘记投币、转发、收藏。我是一小点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